知道你是故意的。我告诉你，照老规矩，你究竟报不报？我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做事儿，不报。你想怎么样？故意搞我是吧？是不是我拿出会议的记录给你？你还有下一招等着我呀？搞你啊！我当然是搞你了，我早就搞过你了。经理，我要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打击报复，还有材料不给我报销，他追求我不成，这是人害手段，把公司这台电脑亲自砸了，他还说是我朋友打的，诬陷我朋友，他还报警，结果闹到了派出所。没事，这事儿等您做。他被光耀先生查出来，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闭嘴！血口喷人啊你！我没有血口喷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随便调查。我还知道，他串通底下的工厂，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加在工厂账单费里一起报销。我知道就有10月13日明祥饭店的一张，还有10月17日培生课的一张，这都是前天他自己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说是少额面额可以随便混随便发，没关系。我告诉你了，我还抽你呢！别拉我！小白，你干什么？经理，他疯了，他跟这儿胡说八道，血口喷人。经理，没有血口喷人，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绝对没有骗大家。经理，我跟您说实话啊，他为了报假发票，他跟我睡觉，让我在公司庇护他。这种女人说话不能信啊！你放屁！我才没有呢！查电脑、查账，现在肯定都能查得出来。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我也绝对不会报复一个蛀虫。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才不是好人！你要不要脸？你才不是好人！你才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好了，小妹别哭了，发泄出来就好了啊！别哭了，白部已经去查账了，消息一会儿就到。别哭了。真是没想到，这个白主管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内里竟是这样的货色。不过说真的呀，女孩子呀，还是别跟这种人闹。你看，给泼一身脏水，惹得一身流言蜚语，以后啊，一辈子都洗不清。对呀，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你还是忍忍吧。像那种臭男人，早晚会有人对付他。我自己就能对付他，他觉得我搞欺负是不是？我才不觉得呢。不过就是经理出差的那个备用机还在报销单上呢，让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帮我去催那个报销单。行，如果经理今天下班，那个报销单你可就完蛋了。好了，知道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不用管我，我想自己静一静。你们先走吧。那你一个人在这静着，我们先去弄报销单。别哭了，这个男人。走啦。该调整的部分我都标注完了，你按照我的标注帮我再修改一下，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我。好的。资料复印好放我桌子上。嗯，好，拜拜，拜拜。喂，安迪姐，小关，我这边准备下班了，要我去接你吗？不用了，安迪姐，我今天可能加班。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莹莹，我有点担心她。邱莹莹。OK， 我知道了。拜拜。我这边准备下班了，小关说他还需要加班，你需要我顺路去接你吗？我工作已经都做完了，我准时下班。你怎么了？那个姓白的对不起你了。不过我也闹回去了。好吧，我15分钟到，你等我。好，你不用担心，我自己能解决。拜拜。
喂，你好，邱莹莹吗？这里是人事部。人事部。关于白主管的事情，我有话要问你。我真是看走眼了，邱莹莹，你给我等着。等着就等着，不怕你。小邱啊，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同时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调查此事，并且调查在此次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我们先会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卡。可是我是举报者呀，我没有贪污啊，为什么要停我工作呀？停几天呢？这停工作的期间还照常发我工资吗？这个你放心，公司啊能赞赏你的检举。等调查工作结束之后，一切水落石出，公司会酌情补偿。行，反正我问心无愧，我相信公司。安迪姐，嗨，所以在那之后，你的人事经理把你叫过去，暂停了你的工作，还没收了你的门卡。安迪姐，你说这什么意思呀？我举报了白主管，公司要停也得停他的职，为什么连我的也一起停呢？我也刚回国内，国内这些人事我也不是很清楚，要不你问问樊小妹吧，她是资深 HR， 她应该懂里面的门道。喂，哎，樊姐，我莹莹，那个，我有点事儿，现在想问你。我现在在外面看房子呢，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好吗？行，好，那行，先这样，拜拜。那行吧，樊小姐，您要是不满意，我再带您看下一套。好。安迪，我这心里特别不踏实，你要不跟我再说点吧？你说什么都行，我现在老胡思乱想。可是我不太熟悉人事的那一套，我能给你的也只是一些不专业的意见。不过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那个人事经理，应该在平时就不怎么善待你。你怎么知道的？安迪姐，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公司文员关系可好了，但是我们经理眼睛都是向上的，我们都是他奴役的对象。你们公司的助理不也被你们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不一样，如果是我的手下接二连三的被退票，我会怀疑其中有猫腻，肯定自己出面。肯定你平时做事丢三落四的，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故意给你设的局，让你被你上司骂。我一想还真是的，我之前跟他抱怨过，没想到他拿这个设计我。可是我们公司同事跟我可好了，我哭的时候他们还安慰我呢。关关，哎呀，关关，累死我了，快把快借个肩膀靠一靠。你怎么也这么晚啊？又加班啊？你呢？我帮老同学看房子。哎呀，你是不知道，现在房价高得离谱，别说去买房子了，就连租房子都贵得要死。上海居大不易啊。哎，莹莹她今天联系你了吗？也不知道她跟那白渣男怎么样了。他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但是听情况好像不怎么样。人事部的经理说先暂停我工作，等公司他们商量好以后，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这个白渣男还有些道行，我真是小瞧他了。这事儿比想象中的大。哎，把你人事部经理跟你说的话详细告诉我。哦，他就是说什么赞赏我举报白主管这种行为，
但是呢，先停止我的工作，让我回家待命，然后说等他们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再酌情给予我补偿吧，大概就是这些。哦，安迪还问我说，是不是平时我的主管经理对我不好？他让我特意告诉你他问的这句话，让你作为参考。樊姐，安迪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因为我是人事部的呀。一般情况，如果有上司关照的话，我们人事处置员工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会跟他们的上司商量之后才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不利啊。莹莹，你不是跟你们单位同事关系挺好的吗？那你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帮你求求情呀。跟普通员工关系再好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平时办事的时候方便一些，真要到紧要关头，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安迪他让我参考什么呢？参考我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因为他知道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一般，对不对啊？他正好借你经理的力量来打压你，打压到你急躁为止。这样你会怎么办呀？你会把他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当面谈判，只要你去了，你就占了下风。你为了完成上司的工作，你必然会答应他些什么？他正好拿这个来要挟你，笨蛋！这猥琐男他真不要脸，莹莹，你千万不能理他。我理他了，但是我没办法呀，那我得去找他报销啊。他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前，他说了好多下流话，我当时我一气之下我就冲出去了，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我把他一锅端了，什么他砸电脑，还有他自己吃饭报销单跟工厂的报销单混在一起报，我全给他说出去了。当时那个财务部的那些人全都乱了，我估计现在他们还……邱莹莹，你是不是笨呢？啊！哎呦，这个砸电脑的事就算了，贪污这么好的一个把柄，你怎么就抓不住呢？他第一次把你扔回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拿贪污这事儿来威胁他，你信不信？他立马投降。哎，你这是干什么使的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呀？你怎么就不用计策呢？我现在回味出来了，可是我现在回味出来，我也没办法了呀。我当时我问我们那个人事部经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他似乎给了我答案，但是似乎又没给我答案，我怎么办呀，樊姐？我帮不了你。小秋的事情都搞定了，正在解决呢，超乎想象。其实我想到了一些办法，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哎，你让他找我跟我说那些话，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致吗？叫上他们到我这儿来吧。好啊。一般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是2个人一起处理，但是你们公司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要看你的上司。可俨然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并不好，所以我想你的公司应该是会放弃你。可是我没做错什么呀。安迪，你这个背带真好看。你心真是够大的。啊，你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你窝赃包庇啊！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也许你跟这个白渣男如果不是闹翻的话，你会一直包庇下去。所以即使你有理由能够说服公司你并没有窝赃包庇，可是没有人会喜欢惹麻烦的人。你只要惹麻烦了，一定会放弃你。换作是我也是一样的考虑。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小邱上司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把柄，没人纯洁。所以江湖人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规矩的人。小邱，你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人。我怀疑这个白渣男啊，最初只是想把你约出去，让你私下跟他保证你可以守口如瓶，顺便是不是可以占点小便宜什么的。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也是你经理最不乐意看到的。江湖规矩第2条，屁股不干净的人呢，最讨厌身边的人嘴巴把不住门。你当着你经理的面接白渣男的短，你经理还敢用你吗？啊，他只要不想用你，那么你的暂停就会变成被辞退。
理由很简单，就是安迪所说的窝藏包庇，到时候你连说理的地都找不到，说不定啊，他们还会起诉你。什么起诉我？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可是莹莹也是被白主管害的呀，你要不要去跟人事说清楚？可是小秋并不是骨干啊，可有可无啊。可是莹莹跟他们公司同事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如果他们集体挽留，也没用，都是一些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太悲哀了。没关系，安迪和樊胜美两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场新人邱莹莹所犯的忌讳。职场如同江湖，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懂规矩的人已无法在江湖立足。邱莹莹初涉江湖，不懂游戏规则，横冲直撞，当众揭短，人人自危，只能被 out 出局。有的时候，年轻并不是一种优势。早，还没睡醒啊？晚了没睡几个小时。今天就要见客户了，英文单词背熟了没有？没，不过我有背英文的利器。哎，如果你需要人手，202的小邱刚失业，小关失业我还可以考虑，小邱真心不敢用。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是坏了我事儿怎么办呀？你公司家大业大，留个职位总是有的吧？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只需要2种女人，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那我呢？花瓶怎么能跟狐狸金比啊？当然可以。你是花瓶加铁娘子。我失恋，又失去工作，我失恋了，我工作也没了。樊姐，我同情你啊！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睡不着，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前辈的血泪教训，你是应该听一听。你今天干什么呀？去不去找工作呀？我也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了。樊姐，我怎么办呀？我昨天不是跟你分析的很透彻了吗？啊，我说的句句实话，你得为今后在公司的处境考虑。你说你昨天那么大闹一场啊，这底子都被人给扒出来了，以后万一有什么意见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得拿这事儿出来呲儿，你知道吗，孩子？我当初为了找这份工作，我撞了好多墙才找到的。如果这份工作我没有了，那我得重新去找工作，那实在太难了。有什么难的呀？啊，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想想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放心，姐在呢啊，姐回来跟你一块儿参谋参谋。乖。吴秘书，哎，你快去把那个礼物准备好。好。徐总。爸，你怎么来了呀？这是我的公司，怎么连会议室也不让来了？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好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的啊，我都拼死拼活好几个星期了。你要是这时候插手的话，我真不理你哦。好，爸爸不插嘴。你们开会的时候啊，我坐在旁边看着，以示重视，这总可以了吧？啊，好。爸爸保证不说话，一切全靠自己反应。真的？爸爸向你保证。那也差不多。樊姐，樊姐，樊姐，快烦死你姐了！不是樊姐，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乖。关关，关关，我失恋，我又失去了工作。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了，宝贝。然后就开始漫长的找工作，我没有钱，就得向爸妈伸手，他们又得埋怨我，我这季度的物业费都没交呢，我怎么办呀？我干脆跳楼算了。
邱莹莹，你可千万不能跳楼啊！我跟你说，你能找到工作的。你现在跟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有工作经验了。对啊对啊，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刚来几个大学生来面试，穿得跟 cosplay 似的。我们同事偷偷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围观，我总比他们强是吧？是呀，这说不定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因祸得福呢。可是我眼前怎么办呀？我现在没有钱交物业费，也没有钱吃饭。小关，哎，来了来了，莹莹，我这先走了，你也别多想，这你吃饭的钱呢，就包在我身上。你想吃什么告诉我，到时候我给你带。关关，关关，关关也不理我了。我失恋，我又失业。今天你怎么没下来跑步啊？我昨天看莹莹不太高兴，我就没敢说。我们高中这周5要组织一个同学聚会，说只要是在上海工作的毕业生都会参加，然后他们就把我拉到了一个同学会的群里面，里面有特别多的人，然后我就想看看大家都聊什么呢，聊得那么高兴，然后我就翻那个聊天记录，我翻着翻着我就睡吧。哎，樊小妹之前教过我一个俚语，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是这样吗？那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没有啊，我妈说了，这大学毕业之前都不让我谈恋爱。安迪姐，你参加过同学会吗？没有啊，因为我读书的时候跳了几级，所有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年纪大，他们不爱跟我玩。跳级？安妮姐，你跳过级啊？我们高中有一个林师兄，他小学的时候也跳过一级，我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安妮姐，你都跳过几级啊？我 Year 3、Year 5，还有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都有跳过。不行，安妮姐，我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真的，什么林师兄跟你一比都不算什么，你才是超级无敌学霸。徐总，嘿，这怎么好意思？还挺暖心。哎呦，我今天可是来当人缘啊，有什么事儿你该找小徐。这是你女儿啊！哇，果然服务圈里。她刚刚回国也是第一次上任，希望你多多照应啊。好的，没问题。Although we lack experience, but the company's existing sales channels have quite a reputation in major cities. This year, the company is undertake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rojects, which show our diversity and the complex nature in this market. This group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GI brand. Okay, Chu Zong. Actually, we know all that and we have seen it in the plan you gave us before. But before introducing your Yao Hong company, I would love to ask you one question. Is that okay? Of course. Okay. We would love to know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our brand, GI brand. Before we had the brand representative who's called Qu Lianjie, Mr. Qu Lianjie. Yeah. And he's a very experienced guy. But now we want you to take care of the business. So except being Mr. Xu Zong's daughter, then is there any other reason? GI is a Japanese leading air conditioner brand with a low repair rate and energy efficient features. Currently, the Chinese public is not familiar with the GI brand. 关大宇负责的家电业务，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但是问题是，市场估计太乐观，产品策略太保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阶段，甚至不同地区的地方经济政策，
进行细化。现在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刘思明负责的这个 PC 端，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了，缺乏创新意识，而且好几个关键数据都不坚挺，这在市场上是毫无竞争力的。我们之前也说过。Sorry。Hello，Andy， 你跟我说，我为什么要代理 GI 品牌？你为什么要做 GI 品牌？这我怎么知道？哎呀，不是，是外方代表问我的这个问题。他问我，你们先讨论一下。他问我是我爸的女儿以外，我有什么资格来代理这个品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好接着上厕所的理由出来向你求救了。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代理 GI 品牌？为了跟我哥变苗头呀，让他心里不好受呀。他们这么问你呢，是在质疑你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没有经验不代表个人能力弱，你不是很会忽悠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着手，跟他们好好说明一下，为什么你是代理 GI 品牌的最佳人选。我现在在开会，一会儿我带上蓝牙耳机，我们保持电话畅通，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问我。那你这样不是随时能听到我说话了吗？不影响你工作啊？大小姐，你不是生死攸关、万分紧急吗？那我只能一只耳朵开会，一只耳朵听你说话了。一心两用总比你的追魂夺命扣要强。哇塞，你还有这本事呢？我早说。Please allow me to continue. Mr. Smith, I know you are worried of my lack of experience. We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problem. If we are given the chance to prove ourselves, we can use our company of advantage. Because of the high demand in real estate. I won't force other companies to sign a contract with us. 喂，李子。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啊，除了白主管今天没来上班，其他跟平常一样。哦，那个经理有没有提到我呀？没有啊。哎，不是，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没什么，公司说，要调查白主管，所以就先让我回来休息几天了。没事，你就好好玩吧。我估计着，是公司看你检举有功，特意让你休息2天。再说了，贪污的是白主管，跟你又没有关系，是吧？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吧？那可不，要不然还能怎么样？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李子啊。这样，等我回公司，我请你吃好吃的。好嘞，行，我先忙了啊。行，挂了啊。喂，你好，我是邱莹莹。我是人事部，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经过调查核实，我们认为白主管和你都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所以从今天起啊，你不再是公司的员工了。可是我举报了白主管呀。考虑到你检举揭发白主管的行为，公司会支付你这个月的工资。至于你留在公司的物品，我们会帮你清理好，你可以随时过来取。好了，谢谢师傅。修好了啊，谢谢师傅。来，老邱，电话。哎，嘿嘿，宝贝儿，怎么了？啊？爸，
我被解雇了。怎么了？你做错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别哭，宝贝儿，你慢慢说，别着急。喂，小秋妍，安姐，你在哪儿啊？我被公司开除了，早点回来吧。那怎么办呢？关关呢？我给小关打电话了，他说还有同学聚会，要早点回来的话，咱俩一块出去吃饭去。你就别等我了啊！我刚从公司出来，还要去看房子呢。你自己一个人乖乖的吃饭好吗？我会尽快回去的啊，拜拜。你现在又失业，没钱，没男朋友，连个吃饭陪你的人都没有，你活得也太失败了，太失败了。说好陪你一辈子，说好陪我一辈子的骗人，大骗子，大骗子！爸，你怎么来了？接到你的电话不放心，赶最快的一班车过来了。你怎么不开灯啊？啊？我把工作弄丢了，我没钱交房子，我也没钱交物业了，我也没钱出去吃饭了，你带我回家吧。不哭了啊！爷呀，爸爸也没吃饭啊，家里有面粉吗？爸爸给你做烙饼。有那儿呢。好，不哭了啊，不哭了。喝太多了。林师兄啊，刚才谢谢你为我挡酒。这有什么的？小姑娘不会喝酒很正常。他们说等会儿想去唱歌，你去吗？我就不去了吧，这么晚了我就回家了。这么早就回去了？果然是个好姑娘。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呀？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我怎么会损你呢？你看现在的女孩子个性都太强了，要么就是女汉子，要么就是公主病的，还是你这样的好，乖乖巧巧的，一点也不麻烦。我刚买了车，就在前面，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打个车就行了。你跟他们去唱歌吧。那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你到家了告诉我一声。好，那你也别开车了，喝酒就别开车，找个代驾。谢谢师妹。拜拜，师兄。拜拜。哎，小林啊，咱们赶紧赶下一场唱歌去啊！我知道了，知道了。走了。怎么样？好吃吗？好吃。爸爸把所有的面都给你发了，吃多少都管够啊！可
这吃一顿有什么用啊？等了以后，我又要挨饿，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了，租房要钱，物业也要钱。我不想在上海待了。林亚，爸爸是咱们家第一个从农村进城的人，你又是咱们家第一个进大城市的，一定不能退步啊！你一定要在上海坚持住。我不想在上海待了嘛，我们同学都回老家了，他们回去以后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还有家里人照顾，我一个人在上海，我多可怜呀！而且他们都欺负我。你呀，你不能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那留在家里的都是没出息。难道你想和爸爸妈妈一样啊？就在那么一个小县城里，一辈子没出过国，没见过大世面，就这么过一辈子？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往高处走，那就得进城去大地方。关关，哎，回来了，我爸来了。哎，叔叔好。啊，你好，你好。没吃东西吧？来来来，吃点饼，吃点饼。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吃过了。你们聊吧，我先回房间了。好好。你呀，记住，工作没了不要紧，啊，暂时没有工资也不要紧，但是一定不能回家。爸爸妈妈就是再穷再苦，也要供着你啊。爸，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买书啊。爸跟你说，人生总有遇见挫折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要努力学习，好好提升自己，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抓得住。爸，你就真的不准我回家啊？傻孩子，怎么还惦记着回家呢？这儿有3000块钱，你先拿着。爸跟你说，不管怎么样，你必须留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不要紧，啊，钱要是不够花，给。一定有方法，失败一定有原因。让我们一起对成功大声的喊出 yes yes。成功到底有没有方法？到底有没有秘诀？有。成功就像你们每一个人脚下的阶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踏着这个成功的阶梯，不断的向上攀升。我想请问，你们到底想不想获得成功 ？Yes, yes, yes。成功到底有没有秘诀？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为什么世界成功？有方法。Yes， 一定有原因。对了，请大家举起你们的他来手。导致失败，要有自己的梦想。一起
你怎么进来的呀？啊，那个，我看门没有关。啊，你一个人啊？嗯，不是说你爸爸来了？我爸已经走了，回家了。哎，那什么，这些书还有那个盘，全是我爸给我买的，都是我鼓励我学习上进的。你看，这本书《做最好的自己》，我没看之前我真的什么都不懂，看完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干劲儿特别大。不是前段时间刚揭穿了一个假博士吗？这书逻辑是不通的。比如说，你像这个故事，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民，为了追债，跑遍了整个中国，然后债务人外逃，他跟了追到国外去，一次家都没有回，然后意外的在国外发现商机，转身一变成为一代侨领。首先啊，如果一个从未出过门的一个农民，他要是出国，他是不是应该回家办护照、办签证？其次，外国人也没那么傻，遍地是黄金的故事不要相信。你别不信，我上网查了，真的有这个人。不信我再查给你看。我知道会有这种人，但是这种故事3分真7分假，他才能够骗你这样的人。小秋，我倒觉得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人一定要有钱有地位才叫成功吗？非得要这样的成功，人生才够完美吗？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有房有车，功成名就，当然可以早晚成功。但是我不行，我现在就需要成功。可是逻辑不通又煽动人心的书不是好书，你真的不应该看。人一定要有钱有地位才能成功的话，按照人类大范畴来说，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你只能靠这些书来自己欺骗自己，说我会成功吗？安迪，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呀？我知道你比我聪明，你留过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有分辨能力，我知道我自己能看什么书。我求你别管我，也别替我操心了，行吗？Sorry， 我看烧什么蕊？我没说完呢，安迪，你等会儿我，你别跟我 sorry， 我还没说完呢，那是我爸给我买的书。说完呢，不能这么不尊重人啊！安迪，出来是吧？好，等着。看手机。手机。我给你发短信了，安迪，我很不喜欢你盛气凌人的态度。为毛你一定让我接受你否定的东西？我并不认为你否定的对。这本书上面的故事激励了我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中，而你的态度却严重打击了我的积极性。凭什么认为你说的一定正确？人的情感需要外界刺激来调节，逻辑并不能而非外界所谓的逻辑、所谓的理智来调节。适合你假未平爽，理智砒霜态度让我很。如果理智和逻辑就是你宁愿选择不理智，不逻辑，这并不影响我的态度。你的态度让我很反感。理智和逻辑，我宁愿选择不理智、不逻辑，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不与傻瓜论短长。不理我，行，你逼我的。就留个学嘛，就是海归嘛，有什么了不起？那你也不能看不起人吧？反正我在门口坐着等你，我就不信你不出来。出来！反正我在这儿坐着，我不信你不出来。番茄，会倒。你怎么了？累。哎，你买这么多大蒜干什么呀？晚上打算跟僵尸对攻啊？那僵尸表示压力很大呀。僵什么尸啊？人事部同事送的，说今年送礼就送算你狠。你坐外面干什么呀？你一说这个我就生气了。我爸不是来了吗？给我买了好多本书，讲的都是成功人士的经验，他让我好好学习，好在上海立足。
我那正学着呢，我正有干劲的时候，安迪进来了。安迪进来以后就给他介绍这些书，我说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可是他说什么？他说这些都是坏书，都是没逻辑，把我讽刺一顿以后他就跑了。好了，我就追啊，结果他进屋了。安迪说的对，知道吗？你那些书可能真的是不符合逻辑，知道吗，宝贝儿？安迪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看好书，所以你别多想啊。我没多想的，樊姐，我没多想。可是他一直说我那书没逻辑，没逻辑，他都不想想，这书是我爸给我买的，我爸当然知道现在我适合看什么书了，而且我现在属于低潮期，我就应该看这种书，我觉得就挺好的。他怎么能说没逻辑呢？我知道，他就是嫌我跟我爸没能力呗，让他直接说就行了。他为什么拐弯抹角的呀？直接说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失恋我又失业的，所以他看不起我？小蚯蚓，帮姐个忙吧。行，让姐睡半个小时。我帮你。反正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输。做个有出息的女孩，女孩应该懂得的道理。爱迪生说：“知识仅次于美德，它可以使人真正地、实实在在地胜过他人。”莹莹，就你一个人，叔叔呢？我爸回家了，樊姐刚回来，说特别困，衣服都没换就睡觉。樊姐，你卸妆了吗？你就睡觉。哎，我真没卸妆啊！哎呀，我没卸妆呢。啊，乖乖，谢谢你，你是我皮肤的救命恩人。小蚯蚓，你刚才跟我说什么呀？你说着说着，我都快睡着了。没关系，就是安迪他看不起我，以后我离他远点就是。安迪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连我这样的职场菜鸟都没看不起呢。我爸说过，这人的秉性是一贯的，他不可能看不起你的。哎，莹莹，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要不我明天问问他，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关关，你不能每天搭安迪的顺风车，你就这样偏着他吧。莹莹，你最近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你也不能随便冤枉人吧？我怎么冤枉他了？你跟我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啊？刚才你都没看见，安迪冲我指手画脚的。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书，他非说我爸爸给我买的书什么都是坏书、不好的书。关关，我知道我没安迪聪明，我也没有他有钱，所以你们都向着他是吗？莹莹，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不相信安迪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愿意你这么说我。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里，都是姐妹。小蚯蚓，姐姐喜欢你，但是我对安迪的人品也是很有信心的。咱们之间都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对不对？女孩子在一起发生口角是在所难免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不好？可是安迪他伤我自尊了。对，没错。说话要讲究方式方法，这是他的不对，我一定会批评他的，但不是现在，太晚了，明天好吗？樊姐，可是他……哎，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大蒜头什么僵尸是什么东西啊？植物大战僵尸都已经初2了，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好玩吗？好玩，都玩到第5关了啊！真的啊？嗯。那你愿意教我吗？我带你去看，你可以拿那个倭瓜做的那个僵尸。我玩到第5关了，第5关我过不去了。关关，关关，邱莹莹，你有点出息行不行？他胳膊肘都往外拐了，他一心向着安迪，你还找他干什么呀？没事，自己待着挺好的，没人理我，自己待着呗。有了，去锻炼啊！拿脚去，找门道，找门道。
Wow, that's great. 哎 ，Hello， 在哪儿啊？家还是公司？在家里啊。这么早啊？我刚出差回来，见个面吧。啊，又是吃饭啊？随便吃点儿，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好啊，不过要我请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许跟我争。不好意思，这个还真不行，门票我都已经买好了。看样子你欠我的债还得继续背着，满足我随叫随到。我以为我自己很聪明，可你总有办法算计我。对，算计你吃吃喝喝，还总带你出去玩，我简直太凶残了，给人发指。地址给我，我来接你。欢乐颂小区到了，打我电话。OK。樊小姐，这是您这份，您收好。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我电话或打方便电话都可以。我想留下来整理一下。好，那您忙，我就先回去了。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谢谢小李，这些天辛苦你了。应该的，樊小姐再见。哎，好。老板娘。S65 AMG， 这车不错。嗨，都说开奔驰的是农民企业家。只好委屈你在路上将就一下。我们得抓紧点时间，那个地方关门关得早。我们去哪？上个月呢，我们运营部的 B 组依然在业绩方面呢获得了整个部门的第1名。谢谢大家的努力啊！我希望呢大家不要骄傲，尤其是你们几个实习生啊，你们的工作表现还有个人的业绩是直接计入到年终审核当中去的。我也希望你们的表现不要拖我们整个团队的后腿，好吗？好，行，那散会。谢天谢地，终于完了。可不是嘛，这天天加班，突然下得早了还不习惯。我习惯呀，我这周都没睡饱过。我现在就想一头栽到我的床上，谁叫我都别起来。我走了啊，拜拜。哎，电话响了。喂，林师兄。师妹你好，你干嘛呢？我刚下班，现在准备回家睡觉呢。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周末了，有什么打算？这都周末了，我都过晕了。我这周光加班了，没什么打算呀。没想法最好了。这样，要不要一起回家？正好我有车，回无锡。一起回家？对啊，科学技术馆啊！你忽略这些小朋友，里面其实很别有洞天的。我们现在在2000米以下的地铁开采场，
随时可能塌方，害怕吗？你还真是童心未泯啊！不过这个地方做的还真的挺逼真的。对呀，这儿见证了地球46亿年的变迁，还有好多奇观呢。哎，前面还有一个地震体验区。干嘛 ？Sorry。干嘛？你觉得我像不敢的人吗？有点恐怖啊！人群中步履匆匆，背部上放着手风。不能选虚，选虚不会有这样的地貌。一会儿还有更厉害的呢，我看你还能笑得出来。泡面里加点洋葱，创意让自己感动。口袋里有一个破洞，这里面是充满低压气体的，有一个连接高压电瓶的电极，所以手一触摸，自然就这样，像闪电一样。没意思，我装的这么辛苦，你也不表扬我一下。背上不值得汇总，随风去，相信随不知所踪。那边有好多游戏，你行吗？我最会玩游戏了。需要比赛喽？没问题啊。这个练时间的感应能力。按了这个钮之后呢，这些灯就会依次亮起来，按一定的节拍，那中间会空掉几遍，谁时间最接近，谁就赢。OK， 来。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不会太坚持无动于衷，不怕输在都市的天。OK， 到你了。不错呀。一点点，再来一次，没关系啊，愿赌服输。那惩罚可是有力度的。比如呢？你确定要这个惩罚吗？愿赌服输嘛。OK， 来吧。这样的笑话要留给疲倦时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是苦也没用。不许拍我！别拍我！悲伤不值得回头，随风去，不许给别人看，删掉。我会的，我会的。看你这么笑，我也真的挺开心的，像一个小朋友，很单纯，很纯粹，也很美。有幸的是，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跟踪小行星，他们提出了一些巧妙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引力来改变小行星的轨迹，小行星以4万英里的时速直奔地球而来。但那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地球，那时还没有人类，巨大的恐龙称霸天下。不幸的是，世界马上就要改变了。那颗小行星撞到了今天的墨西哥附近，冲击形成了一个大火球，把所有一切都粉之于炬。蒸汽化的尘埃以及岩石被冲击到太空中，燃烧的残留物反反复复地撞击地球，一切都在火海中。好美啊！
75生物全部灭绝。安迪，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生气？对不起。别，你是不是累了？我送你回去吧。起点的触碰吓到了安迪，他过激的反应震惊了起点。安迪无法向困惑的起点解释自己从小到大这种异于常人的行为，之前两人间的美好烟消云散。到家了吗？也许是老谭鼓励的话语，也许是与邻居们日渐密切的交往，让安迪产生了错觉，以为真的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倾诉、分享，甚至成为朋友。可跟起点一起，安迪却仿佛再次被打回原点。明明对起点有好感，却依然无法忍受他的任何接触。这样的安迪，早已注定是孤身一人。知道你腿不好，给你买的早餐。哦，真的是太好了！买了什么呀？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一大早给我送早餐，肯定不是好心这么简单。是有点事，我知道22楼就你最知情知趣了，但是我也不想被你追问。好吧，不追问你。给你看，啊，什么？招生资料啊，我托朋友帮我查的，31岁，博士，本地人，不是凤凰男，加分。未婚，加分。可是传言有一女朋友，是卫生局某领导的女儿，相处7年了。大家都说他公诉身为副主任医师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呢，你打算怎么样？反正怎么样，追呗。有女朋友你也追啊？那怎么了？他有没有女朋友跟我什么关系？我喜欢他，我就可以追他。再说了，凭我的经验啊，谈恋爱半年就可以谈婚论嫁了，一气呵成，周年的时候就能结婚。可如果谈了漫漫7年的恋爱都没有走到结婚这一步的话，基本上可以判断恋爱失效。可是你也没有见过他女朋友啊，你凭什么这么判断？你用脑子想一想嘛。如果他们两个谈恋爱谈了7年都一直没有上床的话呢，
那就说明有一个人肯定有问题，不是精神上的问题，就是生理上有问题。那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啊，如果这7年他们两个一直都上床的话呢，那就说明至少有一个人有歪心思，否则为什么不结婚呢？在一起这么久了，7年哎，不结就该分了好吗？谈恋爱就是这样的，不是时间越久越好的。听起来几年几年的挺吓人的，其实就像一层脆弱的纸，一捅，嘣，破了。他说要跟你一起结伴回家呀。是呀，我这周本来就想回家的，而且他有车，所以这样子不就更方便了吗？傻瓜，那个林师兄肯定是对你有意思。怎么可能呢？我们根本就不太熟，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哎，樊姐，你看我穿这身怎么样？挺好啊。不过呢，得把这上面这几颗扣子给解开。为什么呀？因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A 杯呀。就你这样的罩杯，如果不露一点，男人怎么可能喜欢啊？樊姐，你好讨厌呀！小蚯蚓，今天关关回家，我晚上有应酬，你一定要自己吃饭哦。真是奇怪了，工作越忙碌的人就越有约会，工作越不忙的人一个约会都没有。我不是去约会，我是回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什么师兄师妹的，目的性只有一个，知道是什么吗？男女之间的目的性，师兄师妹也都是骗你的。我刚才说的目的性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想知道吗？找工作不易，连找个说话的人也不易了。唉，怎么办？证件照的照得这么帅，还让不让我这个少女活了呀？嘿，你口水都快掉下来了，至于吗？至于，当然至于了。姐姐我眼光这么高，难道碰到一个这么喜欢的容易吗？我，Andy 呀，你什么都好，就是太一本正经，太无趣了，搞得小关现在也学你。其实啊，很多事情啊，你们应该学学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越简单越好。啊，我要走了，小关在地下车库等我呢。那干嘛跑到地下车库等你啊？这2天他好像跟小秋闹别扭，有几天了。小秋那个芋头脑袋呀，本来就不灵光，事业以后更变本加厉，直接祥林嫂一枚，谁受得了他才奇怪嘞。不评价别人了，我走了，祝你成功。必须成功，拜拜。不是明天走吗？本来是的，上次那个林师兄约我坐他的车回去，说我如果周五有空，就跟他还有几个校友一起开车回家，这样还能在家多住1个晚上。不过我妈她跟我说，尽量不要一个人大晚上的坐不太熟的异性的车回家，说发生意外的概率相当的高。你说我这是去呢还是去呢还是去呢？应该也不至于吧？不是还有同学呢吗？樊姐跟我说，这是追求女生的第1步。樊小妹也说了，爱情就像便便，来了挡也挡不住。这是麦兜说的，不是樊姐说的。麦兜是谁啊？居然比樊小妹还灵光！我要让她做偶像。麦兜是个卡通人物啊。也是，安迪姐你跟我们不一样，从小跳了那么多集，哪还有时间看这种无聊的卡通片呀？不无聊，是我没那个福气。如果可以，我也希望像你一样，慢慢长大。